大家好，我是 Kevin。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做大陆、台湾系列的视频，对不对？那我就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的提问。那最近呢，我就收到一条我们大陆网友的一个提问，他就问 Kevin， 为什么台湾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听上去不是很标准呢？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么说有点过分吧？但是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么以为可能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在大陆比较红的台湾节目呢，大多数是综艺节目。那综艺节目当中，主持人跟艺人说话的感觉呢，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六亲不认加什么事情都不管的，真的没有。我最气就是他这样子，每次在节目都在讲。可是你就是有，可是就没有、你就是有。看完这个片段，大家就可能可以理解那个网友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在综艺节目当中，主持人跟艺人并不会把平舌跟翘舌区别的特别明显，但其实呢，台湾是有一套标准的国语正音的，非常好听。我就截一段台湾主持人李蝶飞女士在2017年录的一个选段给大家听一下。沿着纵贯铁道线，台北市中华路两旁矗立起了8栋联动的建筑物，随着许多店家的迁入，这里成为繁华一时的中华商场。是不是很好听，很悦耳？所以呢，其实台湾标准的国语正音听上去是这样的，即使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觉得听上去也是非常标准。那刚才那段呢是比较新的，2017年录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段1990年的台湾的广播。金鼎奖最佳演唱，大小百合重唱专辑《流沙》。华星唱片年底压轴巨献，是不是很有年代感？1990年的时候我才2岁，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台湾标准的国语，并不是像大家在综艺节目里听到的那样。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大陆的网友就会问，为什么台湾现在的综艺节目，包括大家平时说话的时候，不再用标准的国语正音了呢？第二个问题呢，台湾的朋友就会想，为什么大陆的朋友会那么纠结普通话或者国语的标准性呢？作为一个大陆人呢，我先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好了。为什么大陆的朋友会那么在意普通话的标准性呢？因为在大陆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会要求你把每一个字都读得很标准。如果你读错了的话，老师是会纠正你的。哦，这个不是平舌音，这个是翘舌音，这样。甚至学校的一些活动也会要求你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在大陆的电视广播节目当中，如果你的普通话不标准，你可能第一轮就会被刷掉，第一轮就会被淘汰。而且很多人需要去考一个试叫普通话等级考试，很多电视广播节目会要求你的普通话达到1级甲等，也就是说最标准的那个普通话。所以的话，在大陆把普通话说的尽量标准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当然呢，还是会有很多像我这样想把普通话说的尽量标准，但是说的不是特别标准的。总之呢，在大陆的氛围就是这样，小朋友呢会尽量把普通话说的标准。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大陆朋友们比较好奇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台湾的电视节目以及普通的民众不再经常说标准的国语正音了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最好是由台湾的朋友来回答，所以台湾的朋友记得在下面给我留言。那我呢也问了一下身边的一些台湾朋友，我就来讲一下我们的发现吧。第一点是因为在台湾的学校里，不会特别强制你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正音，老师不会特别要求你说哦，你这个翘舌发的不够到位，你这个平舌发的不够好，这样学校里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东西，那学生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像国语正音那么标准啊。第二个原因是标准的国语在台湾的影响力远没有普通话在大陆的影响力那么大。普通话在大陆相对于方言来讲，它是占绝对的优势的，而在台湾的闽南话跟客家话都蛮有影响力的，从而冲淡了标准国语的影响力。第三点是因为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已经习惯了比较舒适、比较自然的那种口音，所以你如果突然跟他们说国语正音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耶。第四点是因为台湾的节目，尤其是综艺节目，它对你的国语的标准性不会那么严格。阿月真的很严格，还是会优先考虑你的主持能力。但是在大陆的话，你如果普通话不标准，你第一轮就淘汰。所以呢，因为以上的原因，台湾的国语正音呢没有那么流行，也没有那个绝对的必要。那当然，这只是我跟我朋友的一些想法。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的话，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不要忘了订阅我们，我们下次再见吧 ，Peace。